好的，欢迎回来啊！要到今天这个第3局的比赛了。这个地图转换的很快啊，这场是打一个 Tigo 地图啊。Tigo 地图我们刚刚赛前有聊过，就是说这张地图我感觉这个row点应该是最激烈的一张地图，而且万一他刷了一个是一个非常偏的航线，我感觉大家会直row，不会采用太多战术选择。本来这个地图目前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战术选择，看一下后续的一个选择和打算吧。那好，我们这个游戏好像已经进了啊。这个直接可以看一下这局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情况。没错，本身这张地图它比较肥，你知道吧？每一个野区都特别的肥，一个房子里面可以刷好多枪。是我感觉现在这个地图的这个设计，有点像之前打那个雨林一样，就大家其实会对，就是那种打那种比较快节奏的row点战，对吧？然后也不会太思考一些运营的问题。但确实地图的这个复杂结构比雨林还是要好一点。这个航线挺偏的，基本上这个大岛的一些点不太好跳，而且这一场的关键点位车站去不到。对。那这两队咋说呢？之前我记得同样的一个情况，他们俩会选择在车站和菜市场的分跳，就是因为你航线比较远的话，可能飞不到嘛，就无法直row。但看这局选择吧。是的。两边虽然说都是同方向，但是并没有交叉在一起，各飞各的。看一下其他点位的冲突。黄龙那边去了一队，然后桥头附近这边是 CG。这把好像row点不是很多啊，没有太多row点。野区多，现在就是野区就分跳了。是，主要是肥啊。哎，说到row点还是有的。对吧？嘎嘎冲GNG，但是飞伞好像是 GNG 更快，拿枪了之后 GC 这个 roll 了 ，GC 其实在这个点 roll 了很长的时间，所以说他们这个策略跟之前站点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就是高点站2个，低点站2个，而另外一侧的大仓的位置换子弹啦，这个子弹呢？被队友捡了，他没子弹，我说他提着枪站这里干什么？是的，那影视城大家一般玩的时候就跳的会比较少一点。都有护岛，有颗雷，这个雷掐了很久啊。那因为自己 Killa 这边的枪其实并不是很好，一个686只能打一个近距离作战，旁边也刷了一把189，就是没长枪。但是由于这一次的话 ，GP 是有过高点加枪的。就对于这个对手来说，他们就是只能把位置锁在这个防区里面。另外一侧是这个 GEC 和这个 GNG， 在一波先手之后，先把这个围墙附近的人给打了一个。没错 ，GEC 也是这个row还是挺擅长的。拿完物资之后，高点有人架枪，然后3个人同时在朝着一个点位去清点，这个信息应该是提前拿到了。哎，有火箭筒啊！这房子这么小，火箭筒不考虑轰一炮吗？哎，他拿上了，他已经想好这一点了，把火箭筒当喷子使用，是，范围更大，威力更强。另外 ，GP 只剩最后一个人了，而且队友倒地的位置还救不了。好像是在架枪之后选择这个协同星点，他不等 OPG 出来，自己先进，然后被架住了。是的。好，这颗雷炸到了。火箭筒怎么说？现在确认应该是在左边。考虑轰一炮吗？要做一下尝试的。这房子没有任何的这个规避手雷的位置啊，那房子很小。现在主要是他那个队友的话是有一个假手枪送你去，你这波打九龙进攻的话，可能会被队友打个背身。另外一侧跑这么远回来row吗？也不是row，就是直接过来就撞到一起了。是的，两边都不想放。也拉了一个非常远的一个山头的位置，而另一边 GGC 直接进来强换一个，但是高点被汤姆逊打了个过点。大山刚刚把要打起来。边界人知道对方人并不是很多，因为浩儿他那个地方其实那个过点架的特别的死，这波进攻反而是让 GEC 把前期的一些优势丧失了。是的。是有白的话，有个闪，直接往那个小房子一打，一个火箭筒就直接送走了。感觉在这个位置处理了很久。我感觉他一个是不知道那个浩瑶他那个站位，就是他那个点如果知道的话，肯定是不敢这样直冲的。是的，不然这个风险确实很高啊。OPGG 也没出来清，
他这波打的蛮谨慎的。我感觉这个价点信息应该是有的。DSS 也是过来看一下里面的情况。看一下就行了，毕竟这个点它不是在一个特别就不在圈他们要考虑进圈的问题，没必要耗太多的时间。没错 ，ET 的话也是一个慢打的顺位啊，直接是沿着这个盐山公路往区内去走这个整个的南侧马路进圈。本以为这把会有很多的周点，这把其实还好。是的，真要说就是2个点，但我感觉这2个点都是属于就除了寺庙那个位置之外，应该其他的点就是无奈碰到，跟航线有很大的关系。是的。可能赛制也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这个赛制呢，就是一个比较好进的一个赛制，就你只要每场稳着打，基本上就是不要出太多的问题都能进，大家可能打的也没有那么的激进了。天马光过墙拿了一个空投，那其实浅浅山头的话，这片位置啊是可以去吃信息的。CCG 也是踩的还是比较散的，前点位2个人踩了出防区，后点2个人是单挂。这个大风车是吧？这个车上疯狂旋转。这个车是真的有点抽象。拉猪车确实挺拉的。你基本上不做2号位，你包死。跟蹦蹦有异曲同工之妙哈。是的，它就像那个敞篷吉普，对吧？是它，因为它那个设计的话，它后面是一个那个帆布包起来的，它不是铁皮。这个车基本上，反正基本上大家排到这个图，能不拿这个车都不拿这个车。对呀、拿这个车只能说它这局很穷啊，就跟沙漠图你拿1英车一样。是的。富裕点的谁拿这个车？我们先看到这一波前期的这个战斗打得差不多了，现在就是卡边的一些问题了。天霸其实提前已经是踩住了这个桥头附近的位置 ，RBS 试探了一下，看到天霸有提前的踩位，反坡先站着，但是这一侧是有一些这个视野盲区的，可以直接绕开。不纠结了，先找个角度进圈。因为天霸在这个桥头控制的还是比较死 ，RBS 是稍微绕一绕，有很多角度是可以进圈的。大树老师这么凶吗？打得很激进啊！哎呦，直接拉出来追着抽。其实效果并不是很好，因为距离还是拉的比较远的。主要也是天霸把周边线拿的比较透，他知道从这个桥过来也没有其他队伍在自己的这个屁股了，稍微驱赶了一下。KDF 这个防区加旁边那个山头也是圈内比较中心的一个区域。是的。队友其实可以过来考虑后续的一个汇合的一个情况，因为 Happy。这局也是一个慢打的顺位，他在整个圈形的北侧，沿着海岸往圈内走。这把因为航线关系，他这把是选择高飘去北边的，拿车去永川。后续其实进圈的话，只要慢慢推山就行了，但是很有可能会跟前面的 RBS 撞到。节奏上来说的话，应该是 RBS 先落位，因为 Happy 稍微慢一点点。这是啥？还有迫击炮这一说吗？他是有拿到什么信息吗？就是随便就扔一下？是要炸哪儿？也有可能是炸防区啊。他这个点，他这个朝向应该是看的是那个 CCG 那个方向。这面 TNG 跟金啊，
尺子1v1掰了这波后点 ，Stella 的补枪没有那么快，尤其是有个视野的遮挡。但是对方第一时间也没有打药，这个雷直接炸到半血，还有雷，感觉这波哈尔基本是要操作了。赶紧封印 ，Stella 原地一趴，先把分数补了，自己还可以打个药。队友的话直接绕侧身了。听到车声了，知道屁股后面来人。哎呀，这个正好抓了一个 timing， 星星瞎漏了。那现在可以全部去处理同样一个角度了，花儿就不出枪。感觉这一波就是这样，他沉迷于拉位置，反而是把自己的这个信息全部丢失了。是的，然后把哇这个干拉出来，这个全凭自己的个人枪法，两个人拿到9个淘汰，队友也拿了1个。确实是一个像南侧的一个切角。是的。哇，学校是正中心。那 DSS 可以直接去拿学校。关键是学校那个点你也不好撞啊，学校这个点，我只能说，你想要去分割学校的话，无非就是走南边绕一绕，拿学校南边那一片区域的一些小防区，对吧？那也算是个两段式防区吧。主要是学校那个楼顶能待人，也能抽把。现在就不知道 DS 他知不知道学校没人这个信息，他这边过来的话，可能会要稍微的再看一看啊。FTG 正好经典的一波接车，是的，明明在车上，这波没办法，没想到这个反坡就有 FTG 2个人在，那 New Happy 这波进圈是被堵了一手，12月已经先过去了，后面2个队友只能稍微绕一绕。哦，这边他没去学校里，是的，他在南边小防区进行防守，但他赶走了 Pyro 其实也无所谓啊。南边也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弱侧了。我感觉应该是周边队伍对于学校这个信息有点丢失，就是大家没有想到说这个点竟然没有人，然后大家都会原地在这个周边可控的一个什么山头反坡先待一下。打一枪，暴龙哥点的很快，这边走也走的很好啊。OPGG 直接飞伞，看飞伞的方向是哪？要飞山头吗？队友已经先落了。好，那可能应该是目标瞄准了南边海岸线的小防区，这一片应该是没人的。公路上有没有车？有车还能控一控。扫一波，车好像有点打滑，是回头要打吗？直接开乙了，生气了。哎，这样的人多，AT 枪线也不是很多啊。是的，RBS 一枪什么意思？这么狂？就一杆枪线隔着扫。我感觉就今天这个老哥他也没有想到 RBS 这3个人这么凶，队友吓一跳。在之前接了一个。现在 RBS 没有掩体啊，我觉得稍微修整一下，先不要直接去拉位置。随性的话是直接顶过来了，这一波把人顶了回去，还能够掩护一手队友。这一波打一个经典的一个对位，看到头像了，哎呀，又被打了一个。RBS 这波枪线因为非常的密集，而且本身经济人就不多。刚就是怕就拉得太前了，直接去顶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很有可能被人家打一波高光出来。另外一侧的一个全边是 FTG 啊，这场的一个慢打的一个队伍。DSS 没有拿到学校主楼，反而是让 Xman 去拿到了。这个来的早不如来的巧。是。不是他们自己过来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说这个点圈是没有人的。
，TG 想要进圈，但是牛 happy 3人其实已经做好了防守的一个准备。远点人在架枪一直在限制啊，厕所当中有个匆匆108，这个雷能不能扔进这个小洞口？看一下，没扔进去。是的，这雷其实有队友架枪贴过去扔，能扔吗？封一个烟走过点。而另一边 OPGG 刚刚上单被 WP 埋伏一手，24跑得很危险，无掩体干拉，我差一点点啊！闪手的一波正面 ，Killa 过点被没法找到，很精准的几枪直接将 Killa 给打倒。风风跟东东两个人是选择直接前顶啊。FTG 有点独木难支啊，这边是他4颗雷，一个支架。哎，还是解决战斗了。我们要把这个上给控住。北部差不多就清理完了，卡完了。这个队伍也是选择转点啊，没有继续往前去延伸。另外一侧New Happy 也是和这个全面队伍一起把 TG 的队伍分数给瓜分掉了。圈形这是给到了一个切角，啊，直接往这个右侧去切。DL 吃到了一个回切的一个位置。没来了，拍照赶紧走。哎，第2颗的角度还不错啊，加一个后眼架枪架得很准，但是没办法正面打了个突破口，再打一个，但是左子轩顶住压力，后续应该是1打1马哥在一个草丛当中听声辨位。小头皮对，没办法，对方也是拉到了掩体当中，无人收场。这个圈边打得太激烈了 ，OPG 独狼的出手也是让这个圈边战斗暂时终止。看他这波怎么操作吧，其实他也是很难再进了。有紧急呼救器啊，还能再飞一波，但是这个圈内的分点在哪？从地图上来看，是有一处防御困的。肯定是要往弱侧去飞，他从强侧过来的。这个车站 RBS 跟 4M 一边防守，防的还不错，打了个周品言，随性这个点也是很残，但是远点112被 Ramba 击倒了，小鹿赶紧开始过来，要学乙，随性血量很残，啊，问题不大，最后随性是被小鹿给打掉，还能救，小鹿的血量啊稍微要不打烟吗？起个烟。哦，这个、哎呀，车毁人亡。是的，车子引爆之后导致人也没救起来，富翁们的话也被淘汰。你还没起飞了，他往这个圈形的左下角去抛伞，学校这边是有人的，第一时间打鸟，空中被摘下来一个。这个落点的位置，落空地上吗？特别的理想，这边直接是没有掩体的。我觉得他这波对选的位置不太行啊，就咋就跳了个这个位置？其实可以提前开伞看一看，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就是你落这种平地，你不如索性落一波防区来的要实在一点。是的，还能打一波架，对吧？就没准还能出个手，这一波就是完全就是落地之后就被打掉了。DL 和 DT 啊 ，DT 拉起了人来之后是一个满编，现在防区里一个啊，隔壁的1层楼是有一个。是的，正面是个3打2，还好。过点的队友的话，在山上做了个买点 ，CP 还有个独狼在。是的，啊，留人看屁股。现在的话是 X 面看这个雷的效果。
选择强顶 CCG。CCG 这个位置其实很难受啊，不太好操作，或者还有天霸，这个小反坡就是没有任何的操作空间。城寨还没有打完，现在独狼是不是独狼，就是2个人编制啊，近点只有1个人接了一个。现在 DT 还想进攻，但是他是一把 S 叉，我觉得要出事儿。他这步怎么是协同做的？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好。一个一个上，2个枪线，哎，这是独狼出手了。独狼混到防区当中，这边 DDT 3100被反杀了 ，Flame 也是赶紧过来帮忙打了最后一个补枪。DT 这波确实没打好啊，这个问题挺大的。没什么经验嘛，也能理解。不是主力阵容上的。但说实话，因为这一波算是比较，我觉得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经验了，这种攻楼。是的，3打1，对，道具也没什么给，就被对方一把 SLK 穿完了，队友被对方2打3直接穿掉了，0换3应该是。太大意了，就是打的。哦哟，还有火箭筒，独狼秀起来了。但对方第一时间是并没有在屋内直接翻出来反架了荷兰，这波其实也是反应非常快的。这局的结果当然非常的好。他的防区就是在圈。这边 DCS 和天霸这边遭遇把我们今天打下来，地龙这个点有点低啊，要吃雷，而且脸上全是烟雾也看不到。后点 Xman 出枪 ，Aperture 是放到了爱流，高点的一个优势。泡泡主要是没雷了，只能选择发马刺，选择直降。哎，但自己刚要走，吃到了鹦鹉对策的一个上线，被卡住了，人把也没有活下来啊！春边的队伍真的是角度太多了，今天又接了一个 People， 我感觉没子弹了，没子弹了，这波赶紧收回来。你就修整一下，打得掉吧。是他2把枪都没子弹，这波就很尴尬，不然感觉他能穿啊。是的，其实刚那波是给了 timing 的。是的，感觉那波这 SKS 有子弹的话，一波腰射还真有机会。烟雾枪直接封烟，手上有4颗雷，这4颗雷很要命。And 这波可能有点扛不住啊，刚打下来还行，但是队友是被补掉。哦，操作起来了，2个人是把 KDF 给团灭。因为他的独狼还在啊，聪聪。哎，又多拿了一个排名。好，看一下这个决赛圈，天霸的编制很齐。依旧是满编，是的，4-2-2-1啊。对于这场，稳稳的处理这个鸡应该是跑不远。是的，而且又是生推出来的。是的，全边一路往前压，这个打得很精彩。现在第一目标先把圈边卡住，就地摇这一侧。刚刚地摇内侧出枪了，这个信息也拿到了。聪聪现在是一个伏地魔啊，直接埋在这个草丛子里。是的。他只要不动就行了，别乱跑。这把有机会混个第2。主要现在其他2人编制的队伍的话，这个动静比较大。天霸也一直在看。而且主要是聪那个点没有什么太大的战略意义，就是下一次天霸赢也不会去推那个点，是的，就不会看到他，埋住就行了。但是不得不说，这个 Tiger 这张图的
这个山地的地势真的平，这种小的掩体太少了。第二，它这个山的这个不能说山了，这个小坡的这个平台还可以利用一下，再圈的。是的，反正现在除了匆匆以外啊，3支队伍其实都有自己能待的一个地方，要等待7圈。林叔还带了一个盾牌。看一下7阶段，3支队伍好像二流这边是提先进圈了 ，DL 和 SSG 两边位置是都不在圈，而 SSG 那个山头正好被刷出来了。不知道 SSG 有没有一个小坑，能不能带一带？啊，好像可以，但是过点怎么办？有车吗？天霸一如既往的稳健，然而这个地形也浪不起来。是的。像我刚看的那个埃流，应该是踩在离聪聪很近的那个石头的位置了，他也没有去特地去探，因为就真的没有想到这种位置能埋一个人。埃流肯定是不动啊，主要注意力还是要放在北边 SSG 身上。SSG 那个坡顶是不在圈了。盾牌一收，还能再往前走。哇，这个图盾牌用起来是真的还挺舒服的。是的，很关键。看这个臂力够不够？有点远吧，弹过去了。SSG 可能要找机会抢布丁的这个石头阵啊！二流原点先把 people 打掉。没想到自己脸上就有一个人，真的没有人会看这个点，这谁能知道？就现在天霸的点信息感觉点的有点怪怪的。对他感觉这个周边的这个圈边信息应该是点完了，但是少了一个信息一直没有漏，可能以为人会埋在这个附近，要打追击了。手起刀落挺屌的一个。好，现在就是4打1打1了，因为他这个信息还是没漏。布林一滴血啊，泡泡其实还是要，但是好像一想没有掩体，算了，打得很稳健。现在问题来了，现在对于天霸来说，这是个恐怖游戏。是的，还有一个人去哪里了？聪聪只要苟到第2，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他没准还能打个背身，你知道吗？就是他这一波，如果说天霸太过于大意的话，他气打了一个啊，这没办法，这个好像补了，打2个啊！难道说啊过点？人太多了。还是要恭喜天霸，11个淘汰，3把吃2把，已经很精彩了。这局这个独狼的发挥，让我们这个觉得挺有意思的，找了一个非常出其不意的一个点位。常规来说，独狼可能会选择在这种圈边的这种位置找机会往前摸，但他提前就直接把这个圈里一个很差的一个地形的一个草丛先给埋住了，所以说天霸根本就没有意识去排这个点，也不可能去排这个点，没有想到会站人啊，所以说其实前期是有一些信息丢失的。不过好在最后这个决赛圈的话，这个天霸人也比较多嘛，虽然是被吓了一跳，但好在补上也非常的快，及时的反应过来，也是成功的把这个独狼给拔掉了。这局打的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因为圈边的损耗确实比较大，天霸那个点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地形，我觉得胜在人多吧。他人多的话，其实这个阵线一铺开，我觉得这局也是把握住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是，当时天霸其实在整个西部作战当中啊，其实也是有很多波是比较惊险的。不过好在他们其实都最后拉回来了，没有给对方什么机会。就当时他们有了，当时我记得是爱流吧还是谁啊？当时一滴血，被队友救起来了。不然天霸觉得那一波后续也不太好操作，万一聪聪这一波真的发挥了，打2个之后1打1，结局还不好说。是的，主要那个点太出其不意了，但那个点的难点是在于说，他那个草离旁边那个石头掩体是有点距离的。是的，如果说那个时候被他拉到落点了，要
打起来了，我觉得还有去批可的空间，因为那个时候已经1打2了。是的。但这个确实啊，天霸还是这局打得比较精彩的，他也是从圈边打出来的一支队伍。因为最后那个绝缘圈的地形大家也看了，其实对于这个圈的队伍来说，没有什么好的位置可以踩。它是一个四面有一些高点的这个坡度，然后中心点是一个平地，甚至往下凹的一个坡形，所以说中心点是踩不了人的。这局对于天霸来说还是人数优势占大头，然后其次的话是稍微吃了一点圈的边缘，然后也拿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位置。没错。3局吃2级，天霸还一如既往的还是那么猛啊！这局淘汰也10几个吧，我觉得在这个决赛圈没打完这队，加上这个最后的几个人差不多，这个挺精彩的啊！这个又拉高平均分值了，这才打到3局比赛，他本身前2局打完是35，这局又是20多分，直接半程毕业下班。是的，他这个太夸张了。我是觉得他主要是他对于整个边缘控制呢，确实是控制的很好。那包括在初期的一些运营当中啊，也没有给，就是说出现一些比较这个失误的一些操作，也没有说什么吊人啊或者怎么样，也没有减员，基本上都是非常稳的去控边，而且在控边的过程当中，他们的阵型又是属于比较合理的，前尾啊都能呼应到。会导致一些圈边队伍基本上就是面对于天霸来说，就是可能不太好操作，你不好打他。是的，这个也是位置，终归还是天霸自己推出来的。他在圈边也是在前期完成了非常好的操作，然后一路拿到一个好的一个地形。那这局刚刚也说到，这个图本身他打的这个就是比较快的一个节奏，然后加上航线是稍微有点偏，其实也是跟前2局很像。因为确实在人数比较多的地图上的话，这个打边的队伍特别的多，对，团战是一波接一波的，然后中心点能待的防区也比较少，这个导致圈边的队伍会相对比较抗压。而且在圈型切完了之后，可能在其他的数位之上强度就上来了，导致在前2个圈当中的减员也是非常的厉害，机会。不过这场天霸也是把握住了一个比较好的机会，而且中的手感也是非常的在线。我感觉今天后面2场应该还会再拿不少的分数。他今天前半程主要是手感好，就不单单是说圈也还可以，手感特别特别的好。他即使在像第2局那样的一个情况，圈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情况下，还能拿10分，这个就非常夸张了。是的，其实当时有看过，因为本身人多嘛，圈边的这个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导致一些队伍呢没办法那么顺利的进圈。是的，来看一下打完之后的一个当局得分，然后天霸是拿到了21，DL 是11，然后 New Happy 是10分，然后是 GNG、KDF、SSG、4AM、Xman、OPGG、RBS、WCG、GP、DDT、GC、Peril、CG、FTG、DSS 17和 GNL。来看一下这场的淘汰王是给到谁啊？然后看一下我们这个分数的一个总分的一个情况。又是21分了。是啊，今天第1局是泡泡登榜，看一下这场艾流，可以啊，艾流也是很顶啊，数据很漂亮啊，5个淘汰，561的一个69的一个伤害量。来看一下目前总分啊，天霸继续拿下21分之后，分数在3局就拿到了56，New Happy 35啊 ，KDF 31，然后是 DL Peril GP 17 SSG， 然后 GNG 4AM WCG Xman 啊 DSS OPGG RBS FTG GC CG DT 和这个 GNL。是的，这个天霸场均分数有点太夸张了吧？是的，主要是3局比赛就拉开了20多分的分差。这个就非常的夸张了，我感觉其他队伍确实会感觉到很大的压力。他这个场均分是一直在往上拉，之前是17.5，现在场均分又是18分以上了，这个太离谱了。是的，那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等待一下今天下半程比赛的到来。